男友带我回族里祭祖，只因为我下车时不小心碰翻了门口的香炉，全族上下都觉得我不懂规矩。未来婆婆不许我进门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鼻子训斥我。还没进门就碰翻香炉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傅家的规矩？我站在门口被骂得手足无措，我无措地向男友投去求助的目光，傅凌瑜却恍若未见，举着手机对着我拍照。你刚才那个表情太搞笑了。我闺蜜在一旁笑得眉眼弯弯，娇嗔道：那你记得给我发原图。两个人肩并肩凑在一起，嘲笑我的惨状，我的心冷了下去。或许一开始我就不该出现在这里，这段感情我不要了。傅凌瑜轻笑一声，把手机放进兜里。行了，江昭昭，别板着脸了。他伸手想揉我的头发，看到沾着香灰的发梢又缩了回去。我妈脾气急，不是故意针对你，你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许金夏捏着纸巾擦拭我脸上的灰，心疼道：昭昭，你脸上都沾了灰，快擦擦。傅凌宇漫不经心地扫了我一眼。别站这儿了，先回去洗洗。他们并肩往屋里走，把我远远落在身后。我忽然想起去年生日那天，我做了一桌的菜，可等到天黑，傅凌宇都没回来。直到我刷到许金夏发的朋友圈，骨节分明的手在喂他喝药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傅凌宇的手。我默默地点了个赞。过了几分钟，傅凌宇发了消息：金夏发烧了，我在这照顾他一晚上。第二天为了弥补我，他带我去海边看日出。喂。结果他把我丢下，去给许金夏找走丢的宠物狗。我冻得皮肤发紫，晕倒在海边，被路人送去医院。我当时以为他是爱屋及乌，所以才会关心我的闺蜜。所以我不曾和傅凌瑜抱怨过，也不曾和闺蜜争吵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这段感情里我才是外人。许金夏冲我招了招手：昭昭，快进来呀，外面冷。别让凌宇为难，你们回京市就要订婚了。他明明是我的朋友，可话里话外却总在替傅凌宇考虑。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我没说话，绕过他们俩往里走。父母坐在客厅，许金夏快步上前，软声道：阿姨，昭昭脸上还沾着灰呢，要不先让她洗洗。碰发香炉，这点事就小题大做。以前我们村里女人干一天活回来一身泥一身汗，哪像她这么娇气。许金夏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她状似在替我说话，可字字句句都在暗示我脾气骄纵。傅凌宇闻言，看我的眼神越发不悦。我知道他是什么脾气，不用哄。他看向许金夏：后院的野花开得漂亮，我去给你编个花环。你是出来玩的，别替他操心。许金夏看了我一眼，便咬唇跟他去了后院。他仰头对他笑着说了什么，傅凌玉伸手轻轻掐了一下他的脸颊。你自己去洗洗，凌玉可没空伺候你，你也别装可怜。我回房间时，傅凌玉正将编好的珠环轻轻戴在许金夏的发间，他眼波流转，娇嗔地让他照相。没有一个人问我累不累，关心我的感受。我走进卫生间清洗，镜子里的人狼狈可笑。刚洗好脸，门外就传来一阵笑声。阿姨，上学期昭昭连食堂换了个师傅都不乐意，非让人家重做。许金夏的声音传了进来：这么挑嘴，那以后嫁过来不得天天鸡飞狗跳？父母听得连连皱眉，傅凌宇没有反驳，反而懒洋洋的附和：妈说的是，这丫头确实难伺候，昭昭确实不讲理，什么都得顺着她来，不然就能跟你冷战好几天。那你还不是把她当公主宠？许金笑娇嗔笑道：上回她过生日，非要吃那家网红蛋糕，你可是排了2个小时队买回来的。傅凌月轻笑一声：小没良心的，明明是你早就跟我说想吃，我顺便给她带的。我擦完脸，掏出手机，点开父亲的对话框：爸，订婚宴取消，傅凌宇不是我的良人，
给他和许金夏安排的工作也顺便处理一下吧。望着许金夏熟悉的侧颜，我却觉得格外陌生。她妈妈是我家的住家保姆，从10岁起，许金夏就住在我们家了。他妈查出肝病，尽管掏空积蓄，还是去世了。许金夏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求我别赶她走。我爸在我的恳求下，留下她做我的伴儿，还供她读书，给她零花，逢年过节给她包红包。我处处顾及她的脸面，对外只说她是我的闺蜜。她半夜胃痛，我送她去医院；她考研失利，我安慰她一整晚。高考毕业那年夏天，我被几个混混堵在小巷，许金夏冲过来挡在我面前，甚至为我挨了一刀，缝了3针。她手臂上的刀疤到现在还在。我看见时就会想起她的恩情，因为这件事，我更是掏心掏肺的对她好。我和傅林宇在一起后，许金夏美其名曰给我把关，经常故意为难她。你对许金夏比对我都好，我有时候真嫉妒她。傅林宇酸溜溜的抱怨，我当时笑得眉眼弯弯，以为他是吃醋在意我，还哄了他半天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友情和爱情都稳稳攥在手心，顺雷圆满。可现在许金夏拿我的秋实当笑料，傅林宇也点头附和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他们不知什么时候起变得熟练亲昵，甚至把我隔绝在他们的世界外。父母接了通电话：林宇，你三叔公听说你带女朋友回来了，非要见见。傅林宇视线这才移到我脸上。昭昭脸上还没收拾好，瞧着不好看。金夏，要不你替她去吧。许金夏咬着唇为难道：这不太好吧？昭昭会不高兴的。傅林宇不耐地看了我一眼：她又不是小孩，不用管她。昭昭，你在家好好反省冷静一下。许金夏小声叹了口气：昭昭，那我替你去做做，你别多想。父母笑着夸许金夏懂礼数，他们的背影越来越远，没一个人回头看我一眼。我回到房间，沉默地把给父母准备的谷品和人参放回行李箱。天色变黑，院门外终于响起脚步声。傅林瑜推门进来，敷衍地安抚：别绷着脸了，你就不能学学金夏吗？三叔公今天还夸他懂事呢。话音落下，他手机就弹出一条消息。点开语音后，许金夏甜软的声音响起：凌宇，你看我给你发的那个表情包。我余光扫到他屏幕，对话框里许金夏发来一只小猫撅嘴亲亲的表情，他反手回了个同系列的比心小鸭。我忽然发现我发给傅林宇的消息，他要么隔大半天回一个1，要么石沉大海。可许金夏发的每一条，他都会耐心回复，还用到他以前最讨厌的表情包。他打完最后一个字，才烦躁地望向我：你摆这副脸色给谁看？要不是金夏让我哄哄你，你以为我闲得难受惯着你的臭脾气？他站起身就走。我睡客房，你自己想想哪儿错了。可我分明看到他走进了许金夏的客房。第二天一早，许金夏端着一只托盘放在我面前的桌上，上面摆着煎蛋和一碟腌菜。昭昭，我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溏心煎蛋。你昨天赌气都没吃东西，一定饿了。我目光定定地看着他高领毛衣遮不住的薄冷处隐约的痕迹，嘴角勾起讥诮的笑。他不自然地伸手拢了拢领口，耳尖泛红。山里蚊子太毒了，还好凌宇半夜过来帮我涂了一下药。我替你考察了这么久，凌宇确实挺细心的，你眼光不错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傅凌宇就揉着眼睛走过来。昨晚聊得太晚了，都没怎么睡。许金夏赶紧打断他，慌乱地回头看了我一眼。凌宇又瞎说话，昭昭还在呢。他说着往他肩上拍了一下，力道不重，倒像是在撒娇。我看着他们打闹，平静地开口：傅凌宇，我们分手。昭昭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当真。父母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，大早上就闹，哼，真娶进来也是个搅家精。傅凌宇揉了揉眉心：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我昨晚是让金夏帮忙选婚纱。我没理会，掏出手机联系司机。当前位置偏远，
司机最早也要后天能到。傅林宇见我低头不说话，像看穿了小把戏。昭昭，欲擒故纵这招用1-2次还行，多了就没意思了。中午组里祭祖宴，你乖一点，别让大家难堪。我们赶到摆祭祖宴的大院时，三叔公家的小孙女最先看见许金夏，脆生生地喊了一声：“林允哥哥的女朋友好漂亮。”傅三婶上下打量我一眼：“你是凌允爱人的好友吧？坐他们俩中间不合适，别占了人家的位置。”傅凌宇却没否认。许金夏红着脸摆手：“昭昭和凌宇才是一对。”他偏过头，附在我耳边低语：“昭昭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比你更适合凌宇。其实你也不用太难过，我可以为了你不和傅凌云在一起，可他的心终究不属于你。”我再也忍不住，端起面前的酒杯泼了出去，酒水浇在许金夏脸上，她精致的妆容瞬间晕花。傅凌云起身将许金夏护到身后：“江超超，你有完没完？”父母气得拍桌子：“金夏多懂事，你这种脾气哪个婆婆受得了？”傅凌云搂着许金夏的肩膀，居高临下的瞥了我一眼：“你连买婚房的钱都是从金夏那儿拿的，你还有什么资格闹脾气？”我不敢置信的看向许金夏，许金夏心虚的不敢同我对视。昭昭，那笔钱我真的不急着要，你和林毅好好的就行。买新房时我在忙海外市场拓展，把银行卡交给许金夏，让他陪傅凌宇去办手续。许金夏将我拽到祠堂后门：“昭昭，我们谈谈。”你从小什么都有，房子、钱、父母的爱。你施舍我一口饭吃，我就得跪着感恩一辈子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林宇给我安排了江氏总部的管理岗，等你回去的时候，什么都是我的了。我浑身发冷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猛地转身，一把推倒了祠堂后旁存放祭祀用品的木架子，上面的贡品、香烛、牌位散落一地，几块老牌位摔碎在地上，然后他尖叫道：“救命！昭昭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傅凌宇冲过来时，就看见我站在一片狼藉前，许金夏捂着嘴颤气：“我就说了昭昭几句，他就把祠堂的东西全砸了。”父母带着族人赶过来，看见满地碎片，经过我身边时狠狠骂了一句：“你来了一天，出了多少事儿？”火气上头的父母拽住我的胳膊不放：“傅家祠堂的东西你拿什么赔？”许金夏靠在傅凌云肩头，带着歉意道：“昭昭情绪太不稳定了，万一再闹怎么办？要不先让他冷静一下，等明天再说。”傅凌宇沉默了几秒，将我推进了客房。铁门在我面前合拢，我拼命拍打门板：“傅凌宇，放我出去！你这样做是违法的！”他每次都这样闹，不然怎么把你吃得死死的？凌宇，你也见识到昭昭闯祸的能力，还准备和他订婚吗？傅凌宇声音嘶哑：“下周到了现场，我当众把未婚妻换成你。”订婚宴当天，傅凌宇西装提挺地走上台：“昭昭背着我和其他男人私奔了，金夏为了不让傅家丢脸面，才临时站出来替我圆场。”可下一秒，背后大屏骤然亮起，他在自家后院和许金夏举止亲密的照片滚动播放，满堂宾客哗然，平时最熟的几个朋友鄙夷地看着他。傅先生，经核实，您提交的简历存在多项不实信息，我司决定撤销此前发出的录用意向书。同时，我们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了同行业的兄弟单位，建议各家后续招聘时慎重评估您的背景。安静的宴会厅里，青铜里的声音格外清晰。傅凌宇握着手机的手慢慢垂下来，里面传来嘟嘟的忙音。
他像被抽走了浑身的力气，脚下一软，往后踉跄2步，后腰狠狠地撞在眼角台边上，台上的花束被晃倒下来，正砸在他肩膀上，他没躲，花束滑落在地毯上，红玫瑰散了一地，花瓣被他的鞋底碾得稀碎。他刚伸手想去关头瓶，宴会厅的大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了，高跟鞋一下一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不紧不慢，压过了满场的窃窃私语。我穿了条白色连衣裙，身后跟着4个穿黑西装的保镖，脸上之前被推搡时磕到的伤还没全好，可我脊背挺得笔直，迎着满场人的目光走了进去。许金夏愣了1秒，立刻摆出慌张的神色，快步朝我迎过来。昭昭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脸上还有伤呢，快回去休息。他伸手想挽我的胳膊，却被我反手攥住了手腕。我用的力气不小，他当场就变了脸色。别装了，我把手里鼓鼓的文件袋砸在他和傅林言面前的桌上，牛皮肘带口松开，照片和单据哗啦散开来，铺了小半张桌子。最上面一张是3个月前5星级酒店走廊的监控截图，时间清清楚楚标着凌晨1点47分，傅林宇搂着许金夏从电梯里出来，举止亲密。第2张是2人刷卡进房间的画面，再往下翻是开房记录，同一个手机号预定，连开了12个周末。你们俩3个月前就开始了。我把最后一张纸按在桌面上，抬头看向傅林宇。你告诉我今晚加班的时候人在哪儿？傅林宇的嘴唇抖了抖，半个字都没说出来。满场宾客的目光都在他身上，他的好兄弟们都看愣了，举杯的手忘了放下来。许金夏忽然挣来开我的手，往后退了2步，眼眶红得像要滴出血。昭昭，你是被祠堂的事刺激坏了吧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他声音又软又颤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旁边的父母立刻冲上来，扬手就要拍向我。保镖的反应比我快，2个人同时伸手拦在了前面。他拼命挣扎着往前冲，尖着嗓子喊：放开！你们这群狗腿子，放开！保镖稳稳地把他拦在原地。我径直走到傅林瑜面前，他还站在演讲台边，手在控制台边上没缩回来，周围的空气都有些紧张。傅林瑜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公司的合作方今天上午应该都收到邮件了，违约记录、数据作假，还有你侵占合作方资源的事，我全都整理好发出去了。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你以后别想在京师混下去，我说到做到。父母还在挣扎着骂，许金笑捂着脸靠在桌沿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我转过身，正好看见宴会厅门口出现的身影。我爸站在门口，穿一身灰色西装，身后跟着一个助理。他扫了一眼满场的狼藉，视线从我脸上的伤口滑到桌上散着的照片上，然后迈步走进来，踩在厚地毯上几乎没有脚步声。可满屋子的人都不由自主往两边让出了一条路。父母的骂声在看见他的瞬间卡在了喉咙里，张着嘴半天合不上。我爸走到我身边站定，扫了傅林宇一眼。傅林宇被这眼神吓得往后退了半步，后腰又撞在了演讲台边上。我爸没说话，他就站在那里，西装笔挺，跟在场喝喜酒的宾客没什么两样。可整个宴会厅的嗡嗡议论声逐渐都消失了。许金夏捂脸的手指松开了，他看着我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爸在桌边站了会儿，然后伸手拿起其中一张照片，举到傅林宇面前。这个酒店住一晚多少钱？傅林宇嘴盆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你1个月工资多少钱？我爸跟着问了一句。傅林宇面部紧绷，喉结滚了一下，终于挤出几个字：24000。12个周末，光房费就花了你2个月工资。我爸把照片丢回桌上，语气十分平淡。你跟我闺女谈恋爱3年，送过她最贵的礼物是一支300块的口红。傅林宇的脸色惨白，耳朵却红得发烫。父母终于从呆滞里回过神，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喊：“你
你调查我们，你早就设好圈套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金夏住进来勾引我儿子。你搞错了2件事。第一，许金夏住进我家10年，不是我的安排。第二，我看向傅林玉，你们的工作都是我安排的。傅林玉瞬间抬头看我，瞳孔骤然缩紧，他的眼神从愤怒变成茫然，又慢慢的彻底塌了下去。你简历上写的主导完成江氏集团品牌整合案例，不过是你当我男朋友的时候，我带你去开过2次部门例会。你说自己3年从专员升到主管，是我让人事部配合你改的经历。你第1份实习的推荐信，是我亲手写了我爸的名字发出去的。就连你现在跟着的大客户，对接人都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傅林宇的手开始控制不住的发抖，他手机屏幕还亮着通话记录仪，许氏人力总监几个字讽刺的很。你知道许氏为什么不任用你吗？我爸终于开口，声音不大，语气却让所有人心里发沉。因为我让人打了电话。父母愣了2秒，冲到我爸面前撒泼：你凭什么告我儿子？他哪里得罪你了？他跟你闺女谈了3年恋爱。我爸偏过头狠狠看他。你说他哪里得罪我了？和他之间干的那些事，要我详细列出来吗？父母嘴唇哆嗦半天不敢发声，第1次发出了带着颤声的呜咽。他转头看向许金家，眼神像是一件捧了半年的传家宝，突然发现是地摊货，原来不是千金小姐啊！许金夏全身不停地颤抖，低着头站在原地，他没说话，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，淌进嘴角的伤口里。我爸看了他一眼，就收回了视线。他没训斥他，也没再多说，只是把目光转向傅凌宇，语气平淡：你的事还没完。傅凌宇靠墙站着，脸色灰白，跟身上的衣服几乎为一体。他抬手抹了把脸，掌心蹭过脸颊，发出粗粝的声响。我爸在桌边坐下，他不急不慢地给自己倒了杯茶，端起来抿了一口，才看向许金夏。金夏。许金夏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，他抬起头，眼眶里还蓄着没掉完的泪，嘴唇上的伤口凝了粒暗红的血珠。过来。他挪着步子往前走了2步，在我爸面前站定。你妈走那年，你跪在我家门口求我收留你，我当时没答应。我爸放下茶杯。昭昭拽着我的袖子说让他留下来吧，他没地方去了。许金夏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，细得像蚊子叫。你还记得？我爸缓缓继续问。你住进我家之后，我有没有短过你吃穿？没有。你考研那年，谁帮你联系的导师？您。你那次急性阑尾炎，谁半夜把你送去的医院？许金夏嘴盘动了2下，声音压得更低。昭昭。我爸的目光落在他袖子下的旧痕迹上。你手臂上那道伤疤，昭昭每次看见都要红着眼眶，说你替他挨了一刀。他8岁替你求情留你下来，18岁记着你的恩情掏心掏肺，28岁你竟然害他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太想被人爱了。他伸手去攥我爸的裤脚，指节用力发白。我不会跟他见面了，我不去江氏了，我走得远远的。我爸低头看着他攥着裤脚的手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开口，声音比之前都低。金夏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昭昭说，去年年会你喝多了，来我房间送解酒药。许金夏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手也泄了些力。你那天穿了我闺女的睡衣，喷了她的香水，连口红都是她常用的色号。我爸的声音虽低，但没什么波澜。我让助理把你送回了房间，第2天你装没事人一样，我也没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说？许金夏的肩膀剧烈抖起来，手指从裤带上滑下去。我爸继续说：
因为昭昭，她要是知道最信任的闺蜜干了这事儿，会比今天难受10倍。她把你当亲姐姐疼了10年，我替她兜着这点脸面，结果你转头就栽赃她砸祠堂。他嘴唇动了动。昭昭，我没理他。我爸站起身，抚平了裤脚上被乱出来的褶皱。金夏，你做的事已经触犯了法律，该承担的后果一个都少不了。至于以后怎么做人，是你自己的事。许金夏伏在地上，断断续续的哭声闷在地毯里，手指蜷在身侧，指甲抠着地毯的绒面，指腹都抠得发白，可他什么都抓不住了。10年的依仗突然松了手，他手里已经空空的，连半根线头都握不住。我爸转身朝我走过来，经过傅林宇身边时停了一步。你自己看着办。傅林宇靠墙站着，挺直的脊背像从中间被折断了，他埋着头，肩膀轻轻抽了一下，然后抬起脸看向我，喉结狠狠滚了一拳。昭昭，带着点破音的气声，我依然没转头看他。满场的人看着我爸走出去，又看着我跟在后面走出去，没人拦，也没人说话。宴会厅的门在身后轻轻合上，把满桌照片和散落的花束都关在了里面。走廊空荡荡的，顶灯照着光洁的地板，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又轻又稳，像一艘船终于驶出了风暴。当天晚上，许金夏在社交平台开了直播，对着镜头断断续续地编了个故事，说首富千金横刀夺爱，仗着家世欺压闺蜜和未婚夫。在他嘴里，我是不择手段的恶女，他是被抢走一切的受害者，傅凌淤是被权势胁迫的无辜男人。江氏千金欺压闺蜜号的词条1个小时就闯上了热搜前3，评论区吵翻了天。有钱人真会玩，抢闺蜜男人还要毁人前程，不管怎样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。许金夏好可怜，被抢了男朋友还要被泼脏水。我的手机不停地响，我知道全是朋友打来关心的。我没接，登录了自己注册5年却一条微博都没发过的账号，发了一段剪辑好的视频。第一段是酒店走廊的监控原片，时间地点人物清清楚楚。第二段是他自己承认的录音，降噪嫉妒之后每个字都听得明白。第3段是首付的转账凭证，付款人明明白白印着江昭昭。第4段是我爸的录音，这10年我供你读书，给你零花钱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昭昭的？第5段是许金夏自己发的朋友圈截图，那些她炫耀男友送的新房、未婚夫选的婚戒的动态，发布时间全在我和傅林宇谈恋爱期间，定位全是刷我们共同账户的那家商场。视频发出去不到半小时，许金夏直播翻车就冲上了热搜第1，评论区直接翻了盘。从头到尾花的都是人家的钱啊，拿人家的钱抢人家的男人，还反过来倒打一耙，这哪是闺蜜，这就是农夫与蛇。凌晨2点，许金夏的账号注销了，她的主页变成一片空白，头像灰了下去，只剩一行账号已自主关闭的小字。傅林宇因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，面临行政处罚。助理在电话里跟我通报进展。江总的意思是，一切走法律程序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我没追问更多，该来的后果是他们自己种下的因。后来有天刷朋友圈，看到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发了条动态，说许金夏离开京市回了老家，在一个亲戚开的店里打工，日子过得很低调。我划走了那条动态。窗外天光很亮，玻璃上映出我的脸，颧骨上的创可贴已经揭掉了，露出一道浅粉色的辛疤。我默默把手机扣在桌面上，端起杯子喝了口水。水的味道很淡，
跟客房那天的压抑沉闷比起来，像隔了一整个人生。再见到傅凌瑜那天，我从公司出来，他已经在写字楼门口等了很久，西装皱巴巴的，下巴冒了一层青胡耙，整个人比订婚宴那天瘦了一圈。他看见我出来就往这边走，还没迈3步就被门口的保安抬手拦住了。江小姐，他只来得及喊一声，保安的手就按在他胸口，把他往后推。他站在台阶下面，仰着头望我。我求你了，就给我5分钟，5分钟就行。我走出去，对保安点了点头，保安松了手，退到一边。傅凌瑜往前迈了一步，想伸手碰我的胳膊，又缩了回去。他低下头，肩膀塌下来，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：房子我卖了，钱汇到你爸账户上了。今夏的事，是我蠢。他停顿了很久，像是在等我开口。见我没说话，他只能接着往下说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走之后，那间客房的锁我找人拆了。以后谁都不会再被关进去了。他抬手抹了把脸，掌心一片湿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心里没什么波澜。以前我盯着他看的时候，总爱数他的眉眼，他的嘴角，他笑起来左边比右边高一点的弧度。可现在看他，就像看个模糊的人形轮廓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我缓缓开口：傅凌瑜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难受，不是因为爱我，是因为你发现自己选错了人，你所有自以为是的判断全是错的，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从来没看清过。他张了张嘴，眼眶更红了。不是的，我不是因为选错人才难受。你就是。我打断他，你要是爱我，不会跟他在一起。你要是后悔伤了我，第一件事该去自首。你什么都没做，就只是来求我。求我什么？求我原谅你，还是求我别让你的日子太难过？傅凌瑜的脸没有了一点血色，他站在台阶下，嘴唇动着想反驳，却半个字都吐不出来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保安立刻上前挡在了我和他中间。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身后傅凌瑜的声音追上来，被风撕得粉碎。昭昭，我转身往回走，没再回头。写字楼的旋转玻璃门重新合上，把他的声音挡在了外面。3年后，我和沈旭去挑婚戒。那天天气很好，京市的春天竟然没有祥尘，阳光把商场橱窗里的钻戒照得闪闪发亮。沈旭是我在行业论坛上认识的。我们第一次聊天不是在谈风月，而是争论一个合同条款的解释。他说话不急不躁，每一句都有逻辑有分寸。我们在一起2年了，他从来不问我过去的事，我也从来不主动说，但他知道我经历过什么，因为有一次我半夜做噩梦惊醒，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给我倒了杯温水，坐在旁边陪我到天亮。跟他在一起，我不用忍耐，不用委曲求全，不用时刻担心被背叛，我们是平等的。沈旭坐在我旁边，看我试一只细圈白金戒指。那边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商场1楼转角自动扶梯下面坐着一个人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外套有些旧，面前摆着一沓简历和一支笔。有人经过时，他抬起脸，瘦了很多，眼窝深陷，下巴上有一道旧疤。那张脸再瘦再憔悴，我也认得。傅凌宇，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目光扫过来，但并没有认出我。他低下头，继续在简历上写画画。后来我听说，他离开京市之后去了好几个城市求职，但简历造假的通报记录一直跟着他。每家公司做背调的时候都会查到，不是没人给他机会，是给了机会之后，他的能力撑不起来。以前那些所谓的成绩，都是我在背后铺的路，路没了，他才看清自己真正站在哪里。沈旭低头看了我一眼，手指轻轻地搭在我手背上。要不要换一家店？我收回视线，把手上试戴的戒指转了一圈，阳光从切面反射过来，碎碎的光斑落在掌心。不用，就这家吧。
他低头笑了笑，把我的左手拢进掌心里，冰凉的戒圈贴着无名指根部，慢慢推了进去。窗外的阳光落了一地，自动扶梯从1楼缓缓往上转，那个埋头写简历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视线里。我挽着沈旭的胳膊走出商场，风很轻，阳光很好。这3年里，我把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，公司的海外市场做出了成绩，团队从5个人做到了50个人。我还以个人名义设了一个助学基金，专门资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成绩优秀的女孩读书。因为我始终记得10年前许金夏跪在我面前求我别赶她走的那个夜晚。善良没有错，错的是把善良交给不值得的人。而现在的我，终于学会了把善良留给值得的人，也留给自己。我想起3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我坐在回京市的车里，浑身还在发抖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句话：江昭昭，从今天起，你的人生只属于你自己。3年过去了，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，我做到了。人潮汹涌，我们各自转身，各自奔赴各自的人生。我不恨谁，也不欠谁，我只是终于成为了我自己。而未来的路，我会带着爱与勇气继续往前走。